我是郭皮儿，欢迎收看007系列第2部《俄罗斯之恋》。月黑风高夜，良辰美景时，邦德正在小花园里悠闲散着步，却听到了身后有人跟踪自己的声音。于是，优美的夜色下，这两个男人让花园里的空气都快活了不少。但白发男子更胜一筹，他悄悄绕到邦德的身后，用手中的铁丝活活勒死了他。这时，周围的灯全亮了起来，走出来一个男人夸奖他：“你做得很好，只花了1分52秒。”说完就弯下腰，将邦德脸上的面具剪了下来。原来那只是一个戴着邦德人脸面具的炮灰。一艘豪华游轮上正在进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，两个男子正在下棋。这时，服务员端给黑衣男子克朗斯汀一个透明的玻璃酒杯，玻璃酒杯上写着“马上要召见你”。克朗斯汀面无表情地拿下冠军后，从容不迫地离开，跟着持枪保镖来到了游轮的一间密室里。密室里，幽灵党的1号人物正在一边撸猫，一边跟面前的女人布置任务。女人是俄国情报科行动科长克莱普上校。男子说，组织派的这位3号人物从俄国来，可不是来享乐的。他叫克朗斯汀这位5号前来，就是大家一起听听新计划。克朗斯汀觉得，要为组织从俄国偷取新式的列克托解码器，就需要俄国密码部一位驻土耳其的女成员，外加英国情报机构协助。当然了，这两国都不会意识到幽灵党的存在。1号对这个计划很满意，克莱普说他已经有了合适人选。克朗斯汀根据英国政府的心理，对自己的计划也很有信心。英国政府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得到解码器的机会，为此他们一定会派出詹姆斯·邦德前来。男子嘱托他务必要让邦德痛苦万分，生不如死。上司发了话，克莱普不敢怠慢，他直接搭乘直升飞机来到了幽灵岛。他需要一个能杀死邦德的狠角色，而下属为他推荐了岛上的一流人才葛兰。他是个嗜血成性的高效率杀人狂。在下属的带领下，克莱普往训练营走去，里面正在进行各种刺杀手段的训练，而葛兰正悠闲地趴在草地上，享受着日光浴和妹子的上等按摩服务。克莱普围着他转了一圈，然后带上纸虎来了一个小拳拳捶你小肚子。见葛兰面无表情的样子，当场拍板决定，老娘就要他了。挑选到满意的人后，克莱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伊斯坦堡，秘密召见了国家安全局下士罗曼诺娃。对克莱普上校这位情报科的行动科老大，罗曼诺娃是如雷贯耳。两人简单的寒暄了2句，克莱普交给罗曼诺娃一张照片，交代了这一次的秘密任务。这次的任务目的是给敌人放假消息，为此他必须对照片上的男人詹姆斯·邦德言听计从，他们之间只能保持单线联络，绝不能有第3个人知道。交代完任务，克莱普捏了捏妹子的下巴说，这张脸简直就是为了爱情劳工打造的。此时邦德正在跟妹子躺在一艘小船上，悠闲地探讨着人生和生命的意义。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深入探讨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邦德接起电话，女秘书钱小姐问他正在干什么。邦德一本正经地说，我正在查一个旧案。妹子顿时有些不爽，她抢过来电话说，我才不是旧案。钱小姐一本正经说，看来这个旧案一定很棘手。邦德一边应付着妹子，一边说自己再等1个小时就回去。然后他们就在车里支起帐篷，愉快地吃起了午餐。酒足饭饱后，邦德回到了局里，领导也没有废话，直接向邦德交代了情况。那名俄罗斯的女特工罗曼诺娃向他们英国情报局发来了邀请函，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圈套，诱饵就是那台全新的列克托解码器。之前罗曼诺娃跟土耳其梯分局头目克林贝接触过，表明了想要退党并且交出解码器的想法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邦德亲自去伊斯坦堡护送他和解码器回国。邦德原本还有些心不在焉，但当他看到妹子的照片时，立刻改口说，我现在就有空，今天就可以出发。领导也确实就是这么想的，他已经为邦德订好了最早的机票以及最好的装备，眼前的黑色皮箱两边各自配了20发子弹，还有匕首、狙击枪、50个金币和伪装成滑石粉的催泪弹。如果开枪的顺序错误，催泪弹就会自动爆炸。拿上装备，邦德就要准备离开，顺带再和钱小姐调情，但领导却说邦德必须把那张照片留下。邦德只能交出偷偷塞进怀里的照片，才去了机场。很快飞机就降落到了伊斯坦堡。候机大厅里，邦德与克林贝派来的司机对上了暗号。路上虽然遇到了一些跟踪，但司机却已经习以为常，毕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2国之间的跟踪已经是一种常态了。来到克林贝的住所时，一名白衣女子正昂首挺胸离开。克林贝热情招待了邦德，这里的所有主要雇员都是他儿子，只有家族才能保障长治久安。邦德尴尬地听了一阵，才切入正题，怎么联系到罗曼诺娃呢？克林贝说，人妹子自有安排，
他觉得邦德应该在这里先公款消费几天再回家。邦德想想也是，那就客随主便吧。于是他就订了豪华的酒店房间。邦德走进酒店的房间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就出于特工的谨慎，发现这间房间里到处都是窃听器，这就让他很不爽了。我是来住酒店的，不是来住监狱的。于是他打给了酒店前台，谎称床太小了。前台在旁边幕后老板的指使下，给邦德换了一个结婚套房。晚上，克林贝正在翻阅一份文件，躺在旁边的女秘书就凑了过来。他前脚刚表示哥不仅是个认真工作的好男人，后脚就脱了衣服，说哥还是一个认真耕种的好劳工啊。他没有来得及提枪上马，就听到一声巨响，他工作的书桌和旁边的墙发生了爆炸。早上，邦德赶到了现场。克林贝说，要不是昨晚哥知道加班有害健康，提前下了班，恐怕这会儿就他妈已经杀青了。邦德却认为这一定是跟自己的到访有关，对手已经知道自己来到土耳其。克林贝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他立刻叫上邦德，从地下暗道潜入到了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地下。土耳其早已对俄国人进行了监视，通过观察镜，他们看到了大使馆内坐着几个人，其中保加利亚的特务队长克里兰库正在被俄国大使骂得狗血喷头。随后他又接受了什么任务？克林贝觉得敌人还会再来暗杀他们，于是立刻开始部署。趁着夜色，他们驾着车偷偷来到了一个吉普赛部落。他们来到这里时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。看着眼前热舞的性感肚皮舞女郎，邦德看直了眼了，不由得跟着音乐敲着筷子打起了节拍。肚皮舞跳完，晚会又推出了第二个节目，两女争一夫。这两个妹子可谓是互不相让，为了爱情，各种激烈的肉搏法都用上了。但他们还没有分出胜负，一辆军车突然冲了进来，是之前那个保加利亚的队长克里兰库。一时间，场面陷入了混乱。邦德在人群中左冲右突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隐藏在暗处几次开枪帮助自己的葛兰。很快，克里兰库意识到不是对手，马上带队撤走了。一夜过后，邦德和克林贝偷偷来到了克里兰库的住所旁。邦德组装好了狙击枪，由克林贝亲手开枪将克里兰库击毙，一桩心事了了。这两个男人看起来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累了一天，邦德回到了酒店，刚吩咐完明天的早餐服务，正脱光衣服准备放水洗澡，突然注意到房间里来了客人。他掏着枪走进卧室，看到床上同样脱光的妹子，差点以为是酒店安排的补偿服务。一番交谈才知道对方就是罗曼诺娃。既然正式介绍完了，那就直入主题吧。邦德说出了从俄国大使馆里拿出解码器的计划。罗曼诺娃却说，现在离天亮还有时间，不如我们先做点爱做的事情吧。邦德看了看时间，觉得很有道理啊，得争分夺秒了。殊不知他们快乐的过程正被两只单身狗尽收眼底。一夜过后，罗曼诺娃将俄国领事馆的平面图如约带到了邦德指定的地方。在暗中隐藏的葛兰的帮助下，邦德成功拿到了那张地图，并且带着他和克林贝一起研究起来。准确无误后，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笑了，准备第二天就开始行动。第二天一早，邦德来到了俄国领事馆，他假装申请签证，而克林贝则躲在暗道里引爆了提前埋好的炸弹。顿时，领事馆内尘土冲天。邦德则趁着混乱拿走了解码器，和罗曼诺娃一起离开了。顺利离开后，三人上了一辆火车。克林贝跟车长以前是老朋友，他已经交代过火车来到保加利亚边境就停下，由他一个儿子开车接应。眼看任务就要完成，邦德回到了车厢里，和罗曼诺娃再次做起了争分夺秒的事。刚睡醒一觉，克林贝就过来敲门，他发现了俄国特工正在车上寻找他们的事情。他邦德一起劫持了对方，计划直到邦德顺利回国为止。但计划此时出了个幺蛾子，晚餐的时候，车长跑过来告诉邦德，克林贝和那名俄国特工死在了车厢里，看来他们是自相残杀。但邦德却看出了疑点，在嘱托车长务必要保守这件事情不泄露后，就离开了车厢。他对罗曼诺娃动了粗，逼问他知道的一切。他已经隐约猜测出这件事情是俄国方面在背后捅刀子了，但罗曼诺娃对此一无所知，他甚至不知道克莱普上校已经叛变的事情。不久之后，火车来到了保加利亚的边境。此时等候的克林贝的儿子看到火车没有停下来，顿时起了疑心，于是开始追赶火车。晚上，火车行驶到了贝尔格勒的中转站，邦德下了车，和克林贝的另一个儿子接了头，说出了克林贝的死讯后，他决定采用 Plan B， 因此他请对方联络英国那边派人前来接应。上车前，他将克林贝的遗物交还给了对方，但他们的谈话都被暗处的葛兰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很快，英国那边派出了人员接应邦德，但葛兰却抢先一步下车，将接头人干掉，之后换上他的衣服与邦德接头。车厢上，邦德没有找到葛兰的破绽，
便说出了目前没有办法将解码器运出海关的事儿。葛兰建议可以跳车离开。说完，他谎称要去吃晚餐。邦德看似没有起疑心，便让罗曼诺娃带他去餐车那边，自己随后就到。用餐的时候，葛兰假装打翻了酒杯，趁机将手中的药粉撒在了罗曼诺娃的酒杯中。在回车厢的路上，药性发作，罗曼诺娃陷入了昏睡。这时邦德也不装了，他掏出枪指着葛兰，但葛兰却淡定地表示自己的逃跑计划只能选一个人，就问邦德是要人还是要解码器。邦德收起了枪，问他具体计划什么。葛兰假装低头来解释，然后趁机发难打晕了邦德。邦德醒来时，葛兰正拿枪指着他，这让邦德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幽灵党。他瞬间想明白了幽灵党这一次的计划，在邦德拿到解码器前确保他的安全，同时假借俄国的手挑起和英国、土耳其三国的混战。葛兰笑他就是事后诸葛亮，007也不过如此。既然解码器已经到手，那邦德和罗曼诺娃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。他们死后，他们那晚在结婚套房里的 AVI 胶卷也会曝光，当天的报纸头条将会是他因爱生恨杀掉情人后自杀的狗血新闻。这让邦德意识到自己错怪了罗曼诺娃。他想了想，决定动用超能力收买对方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都好商量。葛兰虽然有些不相信，但还是试探着问他是否用英国绅士的名誉担保。邦德坚定地说，我肯用皮箱里的50个金币付现款。葛兰将皮箱扔过去，让邦德亲自打开。邦德将里面的一串金币掏出来后，葛兰还有些不放心，亲自打开那个皮箱，没想到正中邦德下怀。箱子里的催泪弹瞬间爆炸，糊住了葛兰的眼睛。邦德抓住机会上去与他肉搏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最后还是邦德技高一筹，用皮箱里的匕首反杀了葛兰。在火车遇到路障停下的间隙，邦德拉着罗曼诺娃偷偷下了车，打晕了葛兰的同伙后，开着车离开了。天亮后，车子在路上遇到了一架直升机的阻击，邦德以自己为诱饵，找好藏身处后，一枪下去，便让那直升机炸了个粉碎。接着邦德从那名同伙身上拿到了船的钥匙。在海上，邦德说了一句，朋友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之后呢，便将那名同伙扔进了海里，然后朝着威尼斯驶去。葛兰的死讯很快传回了幽灵党，他问克莱普和克朗斯汀，对于计划失败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克朗斯汀坚称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是克莱普的人太废物，对付不了邦德。1号见克朗斯汀推脱责任，便让门外站着一名壮汉进来了，用皮箱上的暗器划伤了克朗斯汀，他在12秒后就毒发身亡了。1号对克莱普说，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克莱普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慌忙答应不会再失败。随后1号派出那名壮汉伪装成海上巡逻队追击邦德，而邦德凭借着多年老司机的经验和出色的枪法，将他们打了个溃不成军。很快他们就顺利来到了威尼斯宾馆里。邦德正准备出门呢，化妆成服务员的克莱普就走了进来，他伺机举枪制住了邦德。但正当他要杀死他时，罗曼诺娃扑了出来，打掉了他的枪，同时自己也摔倒在地。克莱普直接亮出了鞋子上的刀冲了过来，邦德知道那刀上肯定有毒，只能用一把凳子压制住他。关键时刻，罗曼诺娃举枪放倒了这个叛国的上司。劫后余生的邦德感慨呀，女人的脚劲真大。任务完成后，邦德与罗曼诺娃乘坐小艇欣赏着威尼斯的风景。邦德收回了那枚求婚戒指，这是公家财产，还能循环利用呢。说着，他又想和他做爱做的事儿。罗曼诺娃指了指旁边的狗仔，我们还是晚点再做吧。邦德却丝毫不在乎，他拿出葛兰偷拍的胶卷，边看边说，就是姿势不雅观，差评。作为回报，现在得来一个雅观的姿势证明一下。说着，邦德便将胶卷扔进了汹涌的河水里，只留下了小艇上的这对情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